认真攻略，从不漏球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被龙星二折磨了视力的琉璃。今天这期视频呢是关于暗黑4第4赛季更新的部分解读，主要是包括了其中的威能法典、词缀改动、大师强化，还有淬火的体系。那以上改动均为游戏的基础改动，不管你是玩赛季服还是永恒服，在暴雪第4赛季更新之后，你都可以体验到它们。由于 PTR 目前未上线，再加上蓝帖没发，所以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均为琉璃个人对设计师篝火访谈的整理。和沉沦魔对视是非常消耗散值的，所以希望各位可以给本期视频投个硬币，加快一下琉璃干下一期视频的进度。考虑到他们在演示过程中甚至出现了程序崩溃和各种图示错误，所以我们这期不会聊特别详细的数据，因为等4月3号 PTR 开了我们就知道了。首先呢是威能法典的改动啊，在第4赛季更新之后，所有的威能都将被置入我们角色自带的威能法典，游戏中的威能包裹也被暴雪直接删除了。而想要给装备进行威能刻印的话，只需要在附魔师处打开法典，选择对应的威能就好了。为法典内新增威能的方式有2个，其一和当前一样，是你去通关威能相关的地下城，这会让你解锁这个威能的最低等级。其二就是分解你在游戏中获取的传奇装备，你分解了传奇之后，它对应的威能就会被直接解锁，而且呢，等级也会根据传奇装备的变量来进行提升。法典中的威能会自带一个等级系统，刻印的时候呢，就会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威能的数值，而这个等级的来源是你分解过的最高等级的传奇。比如屏幕中的这个优势大师威能，它的变量是 5% 到 20%， 那2级的它就只会在刻印的时候为你提供 6% 的伤害提升。但如果你分解过一个满变量的威能，那它的等级就会立刻提升到16级。之后呢，你所有的刻印都是按照 20% 这个最大的数值来进行的。如果你在力量法典里解锁了一个威能的最高级别，那它就会有一个金色的偏框用来提示你。不同威能的等级也是不一样的，主要是根据威能本身的变量来。有的威能只要1级就能达成最高级了，有的则是6、11，还有演示用的这个16级。但对于我们来说，只要在游戏中获得一个最高级别的装备，并且分解它，就能知道这个威能的最高形态了。设计师在整个篝火里都没有提过满值的威能会被消耗，所以呢，应该只要是我们干出一个满值威能，那对于这个威能来说，我们就毕业了。由于第4赛季里的暗金和传奇也是可以交易的，所以呢，你自己的威能满级之后，那些不需要的满威能传奇也可以拿去跟其他人进行交易了。不过现在呢，那些高等级的威能只有在难度4才会开始掉落满变量的就是了。然后是词缀的变化，在第4赛季更新之后，掉落的传奇装备词缀现在从4个变成了3个，稀有装备的词缀从4个变成了2个。虽然他们的词缀范围依旧一致，但缺少的这一条词缀让稀有的黄装彻底成为了过渡品。中后期呢，只要我们对应部位的传奇它的词缀凑合，那么黄装就只能用于分解获取材料了，直接从根源解决了我们见黄的问题。词缀数量的减少不代表装备变弱了，因为现在呢，装备的词缀会有着比之前更高的数值。从暴雪给出的截图来看，这个词缀数值的提升在 60% 到 100% 之间。比如说现在的魔杖上，你最高只能获得52点基础智力以及 19.5% 的异伤伤害提升，但是用于演示的魔杖，这2个数据分别是最高84点跟最高 40%。按照这个比例，新版本的传奇装备提供给我们的词缀数据会比之前高 40% 左右。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附魔来改变装备的词缀的。由于现在装备只有3个词缀，而且附魔用的遗忘之魂现在也可以从低语任务和精英身上获取了，所以在开荒阶段，我们弄一个3词缀都缀的传奇还是比较简单的。篝火里，设计师还提到新版本的词缀池会进行一些改动，他们删改了一些无用的词缀，并且让一些收益更稳定的词缀出现率调高了。在整个篝火里给出的新装备演示中，所有的装备呢都带了一条角色的主属性或者是最大生命值。我不确定是他们出现的几率太高，还是之后的装备们会和暗黑3一样，大部分情况都带这样的固定词条。不过呢，还有一些强而有力的词缀进入了我们现在的词缀池，比如说击中回复生命、每秒回复资源等等。演示里游侠的一把未强化的弓能够提供最高 31% 的资源消耗减免，这下真的可以无限火力了。注意，游戏里的减耗呢，还有冷却这样的词缀，它们本身在被强化的时候，算法不是按简单的加法计算的。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版本吧，你把头盔强满，那冷却也只能从 7% 提高 10.3%， 所以呢，基础数值对于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把弓的减耗数值在我看来是有点太高了，很害怕 PTR 的时候它被暴雪给砍了。除了以上词缀的改动，装备的强化系统也进行了变动。
第4赛季里，我们可以对传奇装备进行淬火，还有大师强化。暗金装备呢，则只能进行大师强化。淬火是一个新增的独特机制，我们可以利用它给传奇装备添加2条独特的词缀。它具体的方式就是在铁匠铺选择一个对应的淬火配方，来为装备随机的添加词缀。淬火的配方一共是分为6大类，分别是武器、进攻、防御、通用、移动和资源，和我们威能法典的分类是差不多的。每一件装备呢，你在淬火的时候都只能选择几个特定的分类来进行，比如演示里的弓就只能选择武器和进攻2类的配方。每一大类的配方下面呢，也有好几种可以选的，比如进攻类这里就会有5个具体的配方，而每种配方都会带有4条不同的词缀。你选中一个配方之后进行淬火，就会在这个配方的4条词缀里随机挑一个给你。对于想要研究配装构筑的玩家来说，这个机制还是很不错的，因为按照演示来看，一个武器是可以被添加的词缀有40种。而对于操作页的玩家来说，这个模式也很爽，因为到时候你只需要知道自己的玩法要选择哪2个配装的对应词条就好了。淬火带来的词缀除了一些常规的速度啊、伤害之外，还有一些能够改变技能形态机制的词缀。比如说这个淬火配方就可以让死灵、骨灵的投射物2次命中，它们对装备的影响呢，具体就还得让我们到测试服看完所有的词缀列表再说了。而用于淬火的这个配方啊，它本身是不会消耗的，解锁之后你就能无限制的使用了。淬火本身对材料的消耗也不大，我看演示一次对925装等的弓的淬火只会消耗我们10个矿石、20个黄材料，还有2个传奇的分解材料。而影响装备淬火的主要内容还是每次4选1的随机词条，以及最高7次的淬火次数的限制。按照篝火上面设计师的说法，先祖级别的装备呢可以被免费添加2条淬火词条，之后我们还会有5次机会来对装备进行重新淬火。在演示里呢，给装备第一次添加淬火词条就消耗了机会，应该是一个 bug， 测试服是应该不会出现它的。虽然他们说完之后这个游戏就崩溃了，让人很担心测试服的情况，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有了合适底材之后，对它进行淬火的成功率会在1/2左右。因为每一次淬火我们的成功率都是1/4，2个词条都命中的概率呢是1/16。如果你的玩法只对其中1个词条有需求的话，那么淬火的成功率还会进一步的上升。不过要是7次都失败了，那这个底子就没法使用了，只能换一个。这呢也算是后期对装备的一种消耗途径。而除了淬火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对装备进行大师强化，这个系统会取代目前的铁匠铺强化，它需要的材料来自之后我们视频会介绍的大秘境。先祖级别的装备呢是可以被大师强化12次的，除了传奇之外，这也包括先祖暗金。大师强化是对装备词缀的数值提升。从演示来看，它相比目前强化系统最大的不同呢，就是和蓝色小药丸一样，只会提升装备下半身的属性，而不会改变装备的基础属性。这样子我们会损失武器 50% 的基础点伤。大师强化呢也是分为小强化跟大强化2种。小强化是对下半身词缀，包括传奇的3词缀、暗金的4词缀，还有淬火词缀的全面提升。设计师也说了，演示截图里淬火词缀没提升它也是个 bug， 我不知道测试服会不会修正它。每一次的小强化都会提升这些数据 5% 的强度，强化到满值之后就是全面 45% 的提升。大强化会出现在第4、8和12次，它不会提升全部的装备属性，而是随机选择一个词缀提升它 25% 的属性。目前已知的是，大强化肯定可以提升传奇和暗金的基础词缀，但淬火上去的词缀能不能给大强化提升是未知的。通过这个强化系统，我们可以堆积出一些特别极端的装备，比如说一件就提供184侏儒星的手套，而游戏中的冷却和减号的算法会复杂一些，但我估计全打满你也能见到10%几冷却的头盔跟40%左右减号的弓了。你也不用担心跟其他游戏一样，强化没点到自己需求的词缀装备就废了，因为这个强化系统它是可以回退的，不过强化过程中的材料是不会返还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大秘境刷的足够多，那么就一定能强化到自己需要的词条。这样呢，对于传奇装备来说，只要淬火都命中，就相当于是成型了。而暗金装备因为词缀固定的缘故，在掉落之后，只要你的脸不是太黑，那么就能很快的强化成功。但第4赛季的毕业没这么简单啊，因为他们新增了一个名为强力词缀的设计。我呢是更喜欢把它的装备称之为太古装备的。这个词缀就是更加暴力的强度提升，具体形式就是这些太古装备在掉落的时候会自带1到4条 1.5 倍正常词缀强度的随机词条，而且这些太古词缀它一定是满肉值的。
以屏幕中这个手套为例，它就有126点的基础敏捷和75%的基础爆伤。这些太古磁坠虽然没有办法被附魔改变，但是依旧可以正常的享受强化效果。这样呢，配合我们前面提到的强化系统，就能获得一些更离谱的装备了。比如说冷却超过 20% 的头盔，或者减耗超过 50% 的武器。这下真可以无限火力了。在这个系统之下，我们中后期的主要刷点就是带有正确词缀的传奇底材，并且对他们淬火。淬火成功了，这件装备就基本毕业了。接着就是反复对他们进行大师强化，来命中你需要的太古磁条。而由于暗金装备们也能掉落太古的品质，所以我们对应的暗金部位也要猛刷。你也不用担心干这些装备没有怪打，因为游戏的后期还有200级的超级 BOSS， 以及可能有250级怪物的大秘境等着我们。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受限于本人的英文水平可能存在误差，所以其中一些很详细的数据我就没提了。更详细的内容等到4月3号我打完 PTR 再更新吧。下期视频呢应该是聊一聊第4赛季的物品掉落和大秘境的机制，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